饭要2只，锅笼的话我一个人就能吃1只。2只没问题，但是你先保证，吃不完不准塞给我。我发誓。行，你好，麻烦要2只波龙。我们要那2只打架的。差不多了，我们再去买一点调料。我想去个洗手间，你先去买调料，再买点常喝的饮料。好。你来处理食材，我弄锅底和调料。可以，我的少加糖。知道啦。你不是说你会吗？到底是人虾有别。等下，我正在仔细研究它的身体结构。研究出来了吗？要不你帮我上网查一下。拿你手机码，我手机在包里。让我来帮你找一下教材。哎，你看这个。会了。雨森，其实你知道，星期天在上海，我遇见了一些事情，对不对？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那你当时怎么不问我啊？因为你已经来找我了，然后扑进了我的怀抱。我去你书房里再拿点书，上次拿的全都看完了。好，加油！哎，最后一块你吃掉。你不是说一个人能吃1只？我是吃了1整只啊，有壳为证。不信你数数。拿来我拼一下。你真拼啊！哎呀，你快吃掉嘛，快点吃。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你送我。我书忘记拿了，你去书房帮我拿一下嘛，我整理好放书桌上。好。
没洗过。在。你把我书房里的黄豆换成了红豆。对啊，我逛超市的时候看到的。我想着你老拿黄豆练习，多无聊啊，所以给你换个颜色。你把手伸出来。最后一颗，一颗都不剩了我。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cene that fades away. 希望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我并没有说的那么笃定。现在呢？现在，我知道，我握住了所有的光。Love's gonna find a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or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h,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真的有急事要回去吗？只是想让你早点发现的借口。这环境真好，舅妈，踏勘一般不是由招标单位组织的吗？对，所以我们来过一次了。啊，封腾毕竟是私企，没那么严格，允许我们投标单位自行再次打勘。我们再来看看，补充点资料。边走边说。好。杜兰大师的设计方案实在是太美妙了，我现在完全有信心，一举拿下项目。Le projet de Mer du Rhin est vraiment remarquable. Je suis convaincu que nous allons décrocher ce projet sans difficulté. Quoi sont les droits? Ça fait des années que je rêve de laisser un tronçon de magnifique pays qu'est la Chine. 但愿如此，我一直希望在中国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留下我的作品。很快就有了，我们共同的作品。Ça ne saurait tarder. Bientôt, ça sera un projet que nous porterons ensemble. 叶总，对面走过来的好像是林总。哪个林总？他怎么在这儿？每次遇到他就没好事。那个穿蓝色西装的女子是南京成瑞设计的沈总，是我们这次的对手之一。小小成瑞也配叫竞争对手？他们能通过资格初审，已经不知道走了什么门。晦气。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今天带着设计团队到苏州再次踏勘，正想着要不要找你蹭一顿。邢姐，你来苏州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哎呀，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这也不是想着你贵人事忙。不过，听说双远你都交给聂小姐负责了。哎呦，你真是命好，以后就不用劳神费心了。谁说不是呢？这不是程瑞的沈总啊，抱歉，刚刚光顾着和雨森聊天，没有注意到。盛兴姐，幸会。你好，小盛总，真是众星拱月，年少有为。沈总过奖。沈总和雨森怎么会在一起啊？沈总是西光的舅妈，她来苏州，我肯定安排周到的。瞧我这记性，都忘了这一茬。这可是聂小姐的至亲，你是得鞍前马后的伺候着，好好讨长辈欢心。对，我来当个导游。对了，叶蓉，听说你和聂小姐是同学？是的，杰总。你呀，要好好向聂小姐学习，看看人家，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男朋友也跟着享福。小盛总这话我愧不敢当，我并没有执掌公司，虽然以后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靠家里人的荫庇罢了，还是要修身养德，兢兢业业，自己做出点实际来，才敢挺直腰杆，大声说话。现在是一点不敢耀武扬威，提前开香槟了。邢姐，西光一贯谦虚低调，你看，你把他夸得都不好意思了。你从小就伶牙俐齿，喜欢逞口舌之快。不过现在我们长大了，你也该想想以后吧。不想了吧？这不先快乐了30年。原来你还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聂总不也夸过我？那好像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嘛。你看，彼此，你也挺厉害，是吧？我也很阴阳怪气吧？特别阴阳怪气。好了，你们俩一唱一和的，都很厉害。你舅舅上次参加完宴会跟我说起过他，我还不太相信，毕竟也是名门后代。没想到啊，盛家下一代掌门就这样。现在说这个还太早，江山未定。难道小林你？我倒没有，我还有点别的事要做，盛远那边顾不上。好，这话有志气。你们倒是机灵，刚刚对我们的合作只字不提。那当然不能提啊！我们公司除了核心人员，其他人在开标之前也不会知道的。我刚还觉得运气不好，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盛行杰？但是他看着好像完全没有往那方面想。他觉得我在讨好女朋友长辈，可见我作为男朋友口碑良好，让人印象深刻。你少见缝插针，自吹自擂。So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do something more powerful. 程瑞这种规模也来跟我们竞争，不自量力。不过林雨森这人老是坏我的事，不得不防。季荣，你和聂旭光不是同学吗？找个机会和他套话，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幺蛾子。是。谢谢。快坐，路上辛苦了。还好，苏州的南京没有多久。资料。谢谢。哎呦，老王把我也喊来了。对呀，你也来看一看，大家一起提点意见吧。好，来，快坐。那我们开始。开始吧。这就是我们在原有设计上结合了光伏系统之后所呈现的效果。光伏组件主要是铺设在顶部以及侧立面，
侧立面呢是以遮阳板的方式体现的，大家看一看，提些意见。这样可能有点问题。如果建筑的下半部分组件间距不合理，光线偏移时可能会造成长时间局部的阴影遮挡。被遮挡的部分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会消耗其他电池产生的电能变成热能，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形成热斑效应，影响光伏组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旁路二极管来减少热斑效应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这样，我以为我们沟通已经很充分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还得继续改啊。难道要取消掉下半部分的光伏组件？但这样的话，对发电量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不着急，我们还有时间。坐。旭光，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只能在原设计上结合光伏系统吗？原设计是不是也可以有个小改动什么的？什么改动？说来听听。如果把群楼船身这块设计成海浪的造型呢？海浪？我不太懂建筑啊，我就随便说说。就是主体大楼还是风帆意象，原本船身的部分呢以曲线形式一层层波浪式的向外扩展，光伏板04质比的铺开，阳光一照就像波光粼粼的海面。这样一来可以增加光伏组件的总面积，二来海浪的设计也更方便我们把组件的安装角度调整到苏州的最佳倾角。人类发展科技，探索未来，本来就像一艘小帆船，在浩瀚无际、没有方向的大海中行驶。舅妈之前说，程瑞的设计理念是乘风破浪，之前只是乘风，这样改动的话，还蕴含了破浪的意思，就更加紧扣主题了。对，我有画面感了。可是你刚才会上怎么不讲呢？因为我对汪总不太了解嘛，万一他觉得我越俎代庖，就反而不美啊。不会，老王是特别直来直往、不在乎人情世故的一个人。不过细光小小年纪，倒是人情练达，无师自通。哎呀，未必是人情练达，他性格体贴，经常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不就是人情练达吗？不过也不用每时每刻太考虑别人，这样多少委屈了自己。那不会，我又不是笨蛋。行，那我一会儿跟汪总转达一下你们的意见。好。那舅舅舅妈，我和雨森先回苏州啦。啊，好，那我送你们。好啊，走。没想到我们家西光还有建筑师的天赋。什么？你别捧杀，意见人人会提，灵感人人都有。那真正要落实到纸上，变成真正的设计，是需要设计师们更多的灵感和扎实的功底的。道理人人都懂，难道我私下夸夸女朋友都不可以？好吧，是你女朋友不解风情。罚她请你吃晚饭怎么样？吃铁锅炖。真巧，你男朋友正想吃。哎呀，小聂，我忘了，你和林总今天去南京对吧？我最近设计了好几个光伏的小东西，你们给他们设计师看看，也许能当智能数字中心的点缀。我们刚刚出来，我发给他们。行，那我去忙别的了。好的，花总辛苦。花总才是有设计师天赋呢，
这些小东西好可爱啊！最近技术中心的事很多，会不会影响蛙总的研发工作？蛙总肯定不会这么觉得，毕竟光伏研发的最终目的还是应用，都一样重要。你说的对，我有点钻牛角尖了。舅舅，小聂啊，你们有想法怎么不直接跟我说呢？你舅舅说不明白，还没走远的话，快回来。还有这些景观装置也很有意思，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好的，王总，我们才出发，现在马上回去。最近同事做好几件事，南京、苏州来回的跑，好不容易周末休息一下。英杰一定以为我在进行什么甜蜜的约会，哪能想到我跟男朋友在家里学习呢？这难道不是你提议的？我说去周边城市玩一下，你说不如在家里学习，体验一下大学时代和男朋友一起学习的感觉。我只是装装样子，谁知道你真看啊！哇，我晕刺了！有晕倒的病患，我看看。哎，你不要非法。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被罚什么？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但是我这样对女朋友应该是合法的。仿佛这个世界上林医生，林博士，你学到了哪条知识？告诉我，亲一下可以治愈他。这项研究还在试验阶段，要多次实验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那我是你的实验对象。是实验伙伴，要给署名的那种。你不要靠过来。你的实验伙伴表示，今天的实验已经结束了。我只是拿书。哦。对了，我刚一边看书一边在想，我们要不要给公司改个名字？我觉得双远有点土，感觉像是远程跟盛远两个名字二合一。盛远和远程在长三角也算两面大旗，不用这么划清界限。有道理。哎，就是可惜了。我刚刚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天选之名，感觉用了一定超级吉利。
什么名字？光宇。我把我们俩名字凑在一起，但是女士优先，所以我的名字放在前面，绝对没有压你一头的意思。可以，改吧。不扯大旗啦？是不是因为我把我们俩名字放在一起才改出的？你想多了，纯粹是因为这个名字很贴切。光是能量，岛屿是载体。光宇可以解释为吸收储存光的岛屿，跟公司从事的行业很大。西光，你取名字很有灵气。我有没有灵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很能胡扯。奶奶，小光啊，我快被你爷爷气死了！怎么了？爷爷做什么啦？他头晕2天了，我让他去医院吧，他死活不肯去，还不让我碰他，说我一碰他，他头就晕；我不碰他，他头不晕。啊？晕的严不严重啊？有没有吐什么的？吐倒没有，但是他这次头晕吧，挺奇怪的，我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明天星期天我回一趟无锡，到家里看看。要是头还晕，拖也把他拖去医院。哦，好，你回来了，奶奶捉只鸡红烧，再买一些野生的河鲫鱼给你炖汤喝，好吧？不要那么麻烦，我随便吃一口就行，主要是去看爷爷的。奶奶养鸡啊，就是等你回来吃的。那你大概几点钟回呀？9点半差不多。啊，好，我们等你啊。老人家生病了，奶奶说爷爷头晕了2天不肯去医院，他就是这个样子，固执得很。以前生病呢，就是找村里的医生开点药吃，这次我回去恐怕也不听话。这种情况倒是有个好办法。什么？老人家不肯去医院，你不妨直接带个医生回去。头晕的话，我正好专业对口。你觉得带我怎么样？你说你这么一会儿就跑出来5、6趟了，你着什么急呀？哪像你了，8点钟就搬了凳子在这儿等着了，还说我心急。哎呀，我这是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A、B、C、D 呀。哎，昨天小光啊，晚上突然跟我说要带男朋友回来，还说男朋友以前是当医生的，能帮你看病。哎呦，高兴的我一宿都没睡好。她怎么突然有男朋友了呢？也不知道长什么样。昨天还只念叨只要人品好，今天就只关心长啥样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烦呢？别以为你头晕我就不骂你啊！好。哎呦，来了辆车，是外地牌照的，肯定是他们。奶奶，爷爷，哎呀，小光啊，哎呦，你们一直在院子里等啊？我刚到，你爷爷一早就等了。爷爷奶奶，这是我男朋友林宇森，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好，你好，你好，小林，你好。谢谢奶奶。爷爷，你今天头还晕不晕？宇森以前是神经外科的医生，让他帮你看看。啊，哎呦，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好些天了还是晕，要去医院拍个 CT 吗？爷爷，您看着我的眼睛。没事，我又好了，就是不能晃头晃脑的，不能动作变来变去的，一动他就晕。我们先进去坐下吧，我帮爷爷做个简单的检查。好，快进来吧。
哎，小心。慢点。头不动，眼睛跟着我的手指，向左看，向右看，朝上看，朝下看。爷爷，是不是头向左转，或者向左翻身的时候，头晕更重一些？哎，你怎么知道啊？观察眼症。爷爷有没有什么基础病？颈椎好吗？颈椎没毛病的，就是有点血压高，但一直在吃药呀，控制得很好。从爷爷的症状来看，应该是耳石症。我再做一些检查，确定一下是哪里的耳石脱落。检查过程中可能会让爷爷有些眩晕。没关系的，我都晕惯了，只要查出毛病就好了。来，您先坐起来啊。来，这个角度会有眩晕感吗？还好。好。哦，晕，这样晕的最厉害。这个房子都好像转了。来，应该是左侧后半桂冠耳石脱落。这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过。什么叫耳石脱落？我也没听说过。不用怕，不是大问题。耳石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长在耳朵里的结石，脱落之后可能会让人有些晕，失去平衡感。我们先在家里试试复位，如果没成功，再去医院。爷爷，配合我的动作，不要对抗。来，躺。现在还有眩晕感吗？哎，不晕了。这么快就好了，太灵了。耳石症复位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过爷爷不该拖，拖久了变成习惯性发作就不好了。就是啊，爷爷，你早点去医院，早点复位，这样也不用吃这么多苦了。那还会复发吗？有可能，所以爷爷平时要休息好，适量运动，保持好心情，不要生气。如果又复发了，就打电话给我们，或者及时去医院。他不肯去医院的，之前银行送了体检，体检报告出来了，银行还安排城里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们看体检报告，他还是不肯去。哎呀，没什么大事儿，跑一趟城里多麻烦啊！那不等于白体检了吗？哎，不行，你把那个体检报告拿出来我看看。哦。哎，你看得懂吗？有它呀。奶奶血管弹性减弱，总胆固醇略高，低密度脂蛋白略高，没什么大问题。待会儿我写个饮食注意事项。你写了我也看不懂，我小时候家里困难嘛，没读书，不识字。那我和希光给您录一个视频。这个好，这个好。你录还是我录啊？录小林。奶奶，不是小林，他是当医生的，这方面专业呀。哎呀，他就是想着回头在村民那些马友们炫耀炫耀呗。小林，你看看我的。哎，来，你。爷爷奶奶身体都很好，爷爷没什么大问题，按时吃药，定期检查就行。啊，我就说嘛，家里有个医生就是好，这下我们彻底放心了。小林啊，今天你辛苦了啊，你坐一会儿，我给你们做饭去。我去给你打下手。爷爷，你再休息一下，耳石刚刚复位，别又脱落了。这2天也要避免劳累和剧烈运动。对对对，爷爷你看电视嘛，拿着，我去帮奶奶。
走，我们去烧火。你是不是都没见过土灶呀？只在电视里和农家乐见过。果然是城里人。难道你不是啊？我小的时候可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一直到上小学才会无锡的。烧火呀、煨鸡、放鹅，样样我都会。我教你烧火吧。首先呢，先清理一下灶堂里的灰。好了。然后，你帮我拿一点稻草结，给我，你来点。好了，可以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豆干，对，就是它，让它放进去。然后那个柴火呢要这样摆。中间有空隙，火才能升起来。看，这样，好了。奶奶，火烧起来了。哦。我觉得我已经学会了。来，把火钳给我。我要拍张照片发给盛阿姨，告诉她你被我扣在奶奶家打工。叫阿姨寄巧克力来说。那起码得有5斤，我身价可不能低啊！也太贵了吧？那要是盛阿姨睡醒了看到信息说输不起怎么办呀？那我只能在这里烧一辈子火了。好的呀。注意地形。我看你脸都烤红了，我还想感受一下温度。蜀山汤。你多煽乎一点。我也试试温度。小芳、小林，你们看今天的锅巴真好啊！哇，你太厉害了，奶奶！是你们烧火烧得好呀，把菜端出去开饭了。啊！你滚！谢谢。谢谢。你快尝尝这个野鲫鱼汤，特别鲜，超市里买的鲫鱼完全不是一个味道。确实是我喝过最鲜的。我什么也没加，纯天然的。还有这个，奶奶烧的糖醋排骨也是一绝。是。好吃。这个糖醋排骨啊，它是跟我学的。我今天头晕没下厨，哎，下次一人做一半菜，咱们比比。
那太好啦！以后你们找了雨森当裁判，可就不许再找我了哦。看来以前你老是当裁判，爷爷奶奶手艺都这么好。当然啦，小的时候不流行在酒店办酒席的时候，村里人办喜事啊，都找爷爷奶奶去掌勺，我就跟过去白吃白喝。可惜我就没有这种天赋，一样的调料和步骤，烧出来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下回我试一下，不学烧火了，学下掌勺。爷爷奶奶这么好的手艺，可不能断了传承。好，我都教你。是啊，教你，来，快吃。是快。这个电话。哎喂，秀珍啊，我今天不去搓麻将了。啊，对，小光回来了。小光的男朋友也来了。哎，是啊，刚刚谈的，个子高高的，帅得不得了，还是个神医嘞。我跟你说，这2天我们家老头子不是头晕吗？他看了几分钟就看好了。哎呦，我骗你干什么啦？他还帮我们俩看了体检报告，这一条条一句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真的假的？能不能帮我看看？我也才刚体检过，小五带我去的，拿到报告以后也没有跟我讲什么情况呀。哎呀，这个我不晓得他们今天什么时候走哎。小光啊，那个你秀珍姑婆问，能不能让小林帮着看看体检报告？哎，怪我多嘴了。可以啊，我们晚上才走的。秀珍姑婆家的香鳝最好吃，叫她给我带一点呗。哎，秀珍啊，他们吃了晚饭才走。哎，你把体检报告拿过来。哎，对，哎，那个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说想吃你们家的桑葚，你摘点。桑葚很贵的，一篮子几十块呢。你以前的门诊应该不贵吧？大概多少？一篮太多了。普通门诊14块。那赚了，去掉还有剩。谢谢庞德啊，对了。没什么大问题。小林，你会摆麦？这个我不会。是呀。我学的西医。那你以后要努力一点了，学贯中西。这新要求。回去我试试。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哎呦，我就是路上碰到他们聊了几句，没想到他们听说你的孙女婿是医生，还能帮忙看体检报告，就跟着来了嘛。还带了点地里的蔬菜。我自己也有种，主要是上个月村里组织了70岁以上的老人去体检，体检报告出来，好多人听不懂嘛，所以就想着过来再问个明白。不要再喊人了，保证不喊了。我就是吃了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我问一下，这药该怎么吃法？您现在吃的什么药？我给你看吧，就这2种。糖尿病，我得问问其他医生。二爷，你等一等。你问的医生靠谱吧？是哪家医院？靠谱，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华山在哪里啊？不是成人医院啊。二爷，你看过《射雕英雄传》吧？里面有一个华山论剑。看过，我看了好多遍了，东邪西毒。哎，一个是什么来着？5个高手争天下第一。对，所以啊，这个带华山的都是很厉害的，上海的大医院。这样可以啊。干什么？没事。请你吃一个吧，别脏手了。
喂，陈主任，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这边有位长辈，72岁，糖尿病史25年。怎么还有人来啊？我真的没说了，不是我。哦呦，我去看看。好的。好，我记下了。谢谢陈主任。你们干什么？我们是来找聂成远要债的，别做缩头乌龟。聂成远在哪儿？让他出来！不要进来！成远，哎呦，这不是吴家的老二老三吗？天天跟钱老头混在一起，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一开始我以为就老李头，没想到一开门，吴老二、吴老三他们就冲进来了。阿青阿姐，对不起了，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你们是谁啊？为什么来我们家？你就是聂成远的丫头？嗯？那什么，你爸欠了我们钱，我们来要账来了。胡说，成远怎么可能欠你们的钱啊？你别空口白牙，胡说八道，好吧？老太太，我有证据的好吧？来看，这是借据，不信你们仔细看一看啊。小林，这上面写的什么？快念给我听听。今收到吴二棍投资款35万元，投资远程集团房地产项目，周期3个月，月息2分，由聂成远担保。这些借条上面明明白白写着钱大顺借钱，你们不是找他找我爸干什么呀？还有啊，写我爸担保就是我爸担保吗？这些签名根本就不是我爸的笔记。我管他是不是你爸的笔记，借条是这么写的，他就得认。凭什么？钱大顺问你们借钱，你们上他那里去要呀？上我们这儿来闹什么闹啊？都一样，都一样。这村里哪个人不知道钱方平跟你儿子混在一起？你儿子跟钱方平的事儿，早就传到十里八乡了。要不是那钱老头说有聂老板做担保，谁会借钱给他呀？哎，现在倒好，那老头子喝醉了，嘴一张，说钱全赔光了，隔天你跑的人影都没了，电话也不接，我们没办法呀，只能找大老板喽。这说哪儿都跟我们家没关系，有本事到派出所去闹，快走快走走走！阿青阿姐，我不是要找成远还钱，求你们协议好，让成远先把证找出来。我总借了22万了，我一辈子种菜种地攒的钱全都给他们了，还有50多万呢，我都是看病的钱呐。哎呦，你们怎么能借钱给钱大顺呢？他是什么人，你们还不了解吗？他的话你们也信啊？我听说是成远给他做担保的，我又想着乡里乡亲的也不会跑掉，所以我就想赚点利息。我接据上才是月薪1分，他们都是2分呐。我也没想到这个钱大顺他会不。小光，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哎呦，老头子，你怎么了？啊？你是不是又不舒服了？没事没事没事。奶奶，你先扶爷爷回房间吧。那这儿怎么办？这边有个吸管能处理，你放心。谢谢啊，小林。走吧走。我爸立刻从城里赶回来，你们出去等吧。不是，凭什么让我们去外面等啊？怎么着？哎，你们家这院子金贵啊，人占不了啊。你们不出去，我报警了。那报警，没吓唬人呢，还能把我们抓起来？再者说了，哎呀，抓起来我也不害怕，好像谁没进去过似的，是不是？的确应该报警，抓不抓的不好说，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债主是钱大顺，警察来了，正好说个明白。那行，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聂老板来，他要是不来，我们就不走了。
对不起啊。姑婆、二爷爷、姨婆，你们都先回去吧，这乱糟糟的，回头别伤着你们了。啊，我们不走，我们要和你们在一起的。没事的，我一会儿把院子门关上。我爸回来之前，我不会给他们开门的。那我们还是先走吧。哎，小光，有事情打电话告诉我们啊。忘了自己在家休养啊。没事，那我们先走了。好，慢点。哎，李医生，刚才那2个叫的最凶的是村里有名的无赖，平时我们都不和他们来往的。聂家的家风啊，老聂和阿晴都是淳朴实在的正派体面人，村里人说起他们都只有好话，人缘好得来不得了。姑婆，我知道，看细光就知道了。好，那我走了，你们小心一点啊。没事。走。别担心，爷爷重新复位了一次，睡一会儿就没事了。别怕，小事情。没有怕，我只是觉得好烦。老李头他们的钱你得给，利息也给，按银行利息给，以后再问钱大顺要。但是这吴老二、吴老三还有他们这2个不能给。这几个人天天和钱大顺混在一起，会不会他们一起挖坑让你跳啊？我不同意。妈，这事我来处理，你就别管了。你处理个屁！今天你帮他们还了，过几天又要说钱老头欠谁的钱了，你再帮他还啊？你脑壳子坏掉了，真是的！我想来想去啊，只有报警了，让警察出面查清楚，这钱老头究竟在外面欠了多少钱呢？他这是诈骗，把他给抓起来！妈，我们回去说。什么回去说？妈，回去有什么好说的？你怕丢人啊？今天这事被你闹的，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你现在怕丢脸了？当初你和钱方平搞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怕丢脸啊？你说说看，小光的男朋友今天第1天上门，你这破事就闹上门上来了，我没有脸了，我的家风都没有了，我丢尽脸了我。小光，报警！不许报！报！别报！我说报就报！哟！小光，你爸不会被我骂出事了吧？不会的，奶奶，你别瞎想。我爸应该就是一时情绪激动昏了过去，这怎么也不怪你，要怪就怪那个钱大顺。对，都怪那个钱老头，还有他自己，你可千万别瞎想啊！我还骂他脑壳子坏掉了，不会真的坏掉吧，小林？不至于的，爷爷奶奶，你们先坐下，等 CT 结果还要一阵子的。爷爷坐吧。好。医生，我爸爸究竟是什么问题啊？你是病人的女儿，
你爸爸右耳的内听道明显扩大，内听道口区有个等密度病灶，高度怀疑是听神经瘤。肿瘤吗？听神经瘤是一种良性肿瘤，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不好意思，我可以在你的电脑上看看 CT 原片吗？病灶的位置就在这里 ，CT 看的不是很清楚，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确认。大概率是听神经瘤，推测在2厘米左右，属于比较大的类型，但压迫不是很严重，粘连情况应该还好。听神经瘤容易粘连听神经和面目神经，粘连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面部和听力一系列症状。你是神外的医生，你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之前是做过几例听神经瘤的手术。那现在要怎么办呀？还是要先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认，确诊了的话就要安排手术切除了。开颅手术吗？那等他醒过来就做核磁。我没事，就一个小手术。出院后兄弟伙再聚聚，酒暂时喝不了了。没那回事，你是哪里听的谣言？行，我先挂了。爸，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回事？我说了不要报警，不要报警，你为什么还要报警？是打量我躺在病床上就管不到你了？什么报警啊？你们还想瞒我？无锡城里都传遍了，一个上午接了几个电话，表面上是慰问我，其实是拐弯抹角问我被骗了多少钱。你也长大了，能不能懂事一点，有点大局观？这么点小钱花了就花了，哪有企业形象重要？做生意最讲脸面，你连这一点轻重都分不清，这么小几百万，怎么就让你过不去呢？你是我唯一的亲生女儿，我以后的钱都是你的，你急什么？你胡说什么？小光什么时候报警了？不是你们报的警。我听明白了。有人报警说被诈骗了，扯到了你身上，许多人就来问你是吗？我和奶奶没有被诈骗，不是当事人，我们报不了警。那天我们想报警是因为有人上门闹事，现在时过境迁了，我们怎么报警呀？至于你想要当冤大头给别人还债，那是你心甘情愿，我们更报不了警。钱大顺借了别人的钱还不上，人跑了，那么被骗的不是他就是他女儿，报警人应该是他们。无锡就这么点大地方，你和钱方平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少，那如果他去报警的话，被人认出来或者碰见了，扯到你身上，传得沸沸扬扬，这有什么稀奇呢？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去怀疑他们，反而过来骂我？小光，我的乖孙女，你不气不气啊？奶奶帮你骂他。你是猪油蒙了心，怪不得有人说有了后妈就有后爸，现在还没后妈了，你的心就偏到沟里去了。我不伺候你了，我也不管你了。你不是有钱吗？你多找几个顾问，多找几个护工啊！你让钱方平和钱大顺来伺候你，你们才是一家人呐。小光，我们走。你觉得我报警，想要把钱拿回来，不考虑你的脸面？我还不够考虑你的脸面吗？马念元假冒我的名义约雨森到无锡，雨森在路上出了车祸，从此再也拿不了手术刀，职业生涯全毁。这件事情我告诉过妈妈吗？告诉过奶奶吗？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雨森也是，在知道真相后，没有对他任何一个家人提起过。我们还不照顾你的脸面吗？这里头还有小玲的事，小玲车祸是马念元害的。可是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你更针对他，甚至卡他的股份转让。当然，
这是你作为股东的权利，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找过你。但是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间接毁掉别人的职业生涯一点愧疚都没有，反而在知道真相后变本加厉？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所以心虚吗？所以反而更加的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来掩盖自己的罪恶感吗？叶希光，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唯一的亲生女儿，可是这些年，你忙着照顾你的初恋情人和他的女儿，你把我放在哪里啊？我在南京念书，你来看过我几次？我在苏州工作，在知道雨森的事情之前，你来看过我吗？一次都没有来。雨森误会是我约了他去无锡，所以他恨我撤回之后对他不管不顾，太无情。如果不是我到了苏州，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我可能这辈子都要替马念远背锅了。雨森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如果他恨我，以后会不会顺手就报复我？你考虑过这一点吗？马念远是不是顶着我的名头做过别的事情？是不是以后还有别的锅让我替他背？这些真相大白之后，你调查了吗？你安慰过我吗？你惩罚过他吗？你担心过他做的事情会伤害过我吗？你没有，你都没有，一件也没有做。车祸的事情，你完全相信马念远的一面之词，甚至在2年之后，还要诋毁雨森的品格。今天是他们报了警，你第一时间没有怀疑他们，反而怀疑我。爸爸，你到底有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爱我呀？你是在骗我，还是骗你自己？作孽呀！真是作孽呀！你怎么来了？在楼下碰见阿姨，就陪她一起上来了。妈，我在附近办事，想到今天你来看你爸，就来接你了。来都来了，我想我也不必那么绝情，探望一下也是正常的。没想到却听到这些，我觉得我以后还是绝情一些好。希光，你受了这么多委屈，为什么不告诉妈妈？我那会儿怕你难过，后来渐渐的就不想说了。妈妈早就不会为你爸难过了。小林，对不住。阿姨，跟你和希光还有爷爷奶奶没关系。你妈妈知道这事吗？我想，一场普通的车祸对她来说更容易接受一些。委屈你了。聂总，你现在在病床上，我就不落井下石了。但是这账，早晚有一天要算清楚的。
时间不早了，大家一起吃个饭吧。西瓜奶奶一起。小光爷爷一个人在家，我还是先回去了。那好吧。奶奶，你怎么回去啊？给我安排车了。那我送你到车上。慢点啊。小玲啊，等那些事过去了，你一定要再和小光到奶奶家来，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好，我以后肯定会常去的。那我先走了，路上慢点。哎。我们吃个便饭吧。姐姐，你们来回奔波累了，待会儿吃完饭就在家里住一个晚上，别回苏州了。小林也是，别来回跑了，家里头客房现成的。怎么，我都发话了，还要西光同意？不是，我就是有些担心他。谢谢阿姨。爸爸，痛不痛？我给你吹吹。不痛。西光，你妈妈呢？妈妈在下面打电话，跟人吵架。吵架？知道跟谁吵吗？不知道，但是妈妈很厉害，妈妈吵赢了。跟谁吵架呢？没吵架，我就说话声音大了点。老黄，他又出什么幺蛾子了？都弄好了，你呀安心养病，别操心了。我让爸妈来接西光，晚上我陪你。不用，我一个人能行。你这个病是累出来的，属于功劳病，我可得好好照顾你。怎么，不是累出来的就不照顾了？别抓我画饼。小林，进来吧，把这当自己家一样，不要拘束。好的，阿姨。那这个呢是西光舅舅的拖鞋，你先穿一下，回头让西光给你买2双专用的。谢谢阿姨。我也可以自带。我们无锡还是有拖鞋卖的，不用你从上海。客房虽然是现成的，但是阿姨不在，你们2个得自己整理一下。西光，你帮小林拿下被子和枕头。那我已经没事了。今天我犯了个错误。什么错误？以后你去见你爸爸，我还是要跟着。
你跟着也干不了什么呀。起码可以分散一些火力。而且，你也总要面子，我在的话，他肯定会憋着，就让他憋着难受好了。刚刚吃饭的时候，我在想，我好像有点过分。哪里过分？你只是说清楚真相。聂叔叔本来情绪就很差，你不说清楚，为了报警和留言，他心里更生气，对身体更不好。不是对他，是对你。我爸他一直对你有偏见，可是这些天我还一直把他的病历资料发给你，问你意见，我完全没有考虑过你的心情。你不发给我，才有问题。情侣之间应该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在我专业的领域，你不信任我，不依赖我，我会很失落。这样吗？当然。其实这几天我还整理了一下手术思路。假设这个手术由我来做，我会怎么做？采用什么手术体位？等施耐德博士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去见他，听听他的手术思路。谢谢你。你非要说谢谢的话，我就收下了。不过，你先帮我解决一下现实问题。什么？你家这个床单设计不合理，怎么横着铺、竖着铺都觉得短？啊？会吗？你拎着那边我看看。我看。真的耶！这个床单怎么设计的？它为什么是正方形？这边应该在床头。应该是这边是床头。我刚刚发现它这个三边都有花边呢，真的。你听我的，就这样，是吧？好像是这样。还是我的观察力比较厉害吧。这里是厨房，半夜你要是饿了，可以来翻冰箱。我才第一次上门，你别教唆我做坏事。好像没什么适合半夜偷吃。我不在家，冰箱这么寂寞吗？没事。还有这里，我的秘密基地。谢谢。走，我带你去看我妈妈种的花。那，看，我妈养的花主要是蝴蝶兰，你猜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喜欢？当然是因为好养，我妈只养得活这个。现在都5月了，蝴蝶兰还剩下这么多花朵，阿姨多少有点养花的天赋，你不要诋毁阿姨。她又不在，你拍马屁也听不到哎。我先练练，明天早餐还要说一遍的。西瓜，今天的事，爸爸向你道歉。爸爸没有不信任你，只是最近因为生病，心情不好，经常控制不住脾气。今天说了很多过分的话，但是都是无心的，你一定不要怀疑。这个世界上，
爸爸肯定是最爱你的。你说的话，爸爸也会好好思考。我爸给我发微信道歉，但是我好像没办法那么轻松的回复没关系。但是他又生了这么大的病，我又不忍心。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我都经历过。你外公？对。走，我们到楼下透透气。上次我跟你说过，高考前有人告诉了我爸爸过世的前因后果，于是我就从外公家里搬了出去。你说，后来到了医院，看惯了生离死别，才渐渐放下了。嗯。可是，在放下之前，也经历过很多挣扎。记得那个时候，刚搬出来没多久，外公生了一场病，需要做手术。丽叔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看看他。我跑到了医院，一个人在医院门口坐到天亮，最终还是没进去。直到丽叔打电话告诉我手术成功了，我才离开。跟情感有关的一切，或许都是无解的，只能等时间给出答案。不过年少的我，立下了一个幼稚的誓言。什么誓言啊？虽然有点幼稚，但是我想，我会一直坚持。那会儿15岁的我，对自己说，以后一定要对自己爱的人很好，不论是亲人还是恋人，我要让我爱的人永远不会因为我遭受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明明是安慰你，怎么起了反效果？怕你说哭了？没有，我就是想到那会儿才15岁的你，小小的，一个人坐在台阶上一晚上，我就很难过。我也会的，玉森。我也会做到，让30岁以后的林雨森不会因为他爱的人受到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好。不过，有个关键点我要纠正一下。什么呀？15岁的我，已经超过1.8米了，不是小小的。哎呀！
待会儿也许可以发一句简单的话，不为任何人，只是为你自己。这样你会好受一些，不会再反复纠结。然后好好睡一觉，以后醒过来的每一天都有我。玉森，虽然我迟到了一会儿，但是以后的每一天，你也都有我。